我这是在哪儿？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，小姐，我这就去叫夫人过来。好歹让我把话说完啊！我这是穿越了，还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么多首饰，穿越到有钱人家，不用努力就能直接躺平，这简直就是牛马打工人的终极梦想啊！娘，要不别把姐姐送走了。当年我被抱错这件事和姐姐没有丝毫的关系，怎么能让她去那样的地方吃苦呢？我的女儿啊，你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反而关心起霸占了你人生16年的人来了，你这孩子真是心善。报错，霸占人生16年送走，我这刚准备装失忆享受躺平生活，直接就给我上个假千金被扫地出门的剧本。你把盘里的糕点给我拿2块过来。当年在城西破庙，都怪我没看好小姐，才让那农妇奸计得逞。如今好不容易寻回了流落在外的小姐，怎还能让那等卑贱奸恶之人留在小姐身边？嬷嬷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我没事的，我不苦的，这和宋妙姐姐无关。宋妙，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等等，破庙、报错、真假千金，这他妈不是我昨晚刚看完的那本小说吧？我穿成了那个脸都被打烂了的恶毒女配假千金。夫人，您就把她送走吧，大不了给点银子，保她后半生无忧就是。这嬷嬷以前对原主也挺疼爱的吧？现在翻脸比翻书还快。算了，我上辈子本来就是孤儿，不奢求什么人疼爱。罢了，送走吧。老奴这就去准备马车。多谢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既然我并非宋家真正的女儿，绝不会鸠占鹊巢。不过在我离开之前，有一件事要说清楚。两家抱错孩子并非我的错，我也是才知道此事。宋家养育了我，齐家也养育了你，我并不欠你什么。既然现在真相大白，你做回你的宋家小姐，我回齐家便是。我们从此互不相干。嬷嬷，不是说要备马车吗？还不快去！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能上路。保证。上什么路？会不会说话？我这是回家。哼，这是夫人命我准备的盘缠。往哪个方向走来着？我这就为您带路。所以你家夫人命您给我准备的盘缠，就是一包碎石子啊？就送姑娘到这里了，请姑娘上马车吧。这会儿知道叫姑娘和说请字了。呸！还真以为自己现还是小姐了，不过就是个低贱农民的种罢。进来。小姐，一级警将将那小东西送走了，只是什么？他让老奴给您带一句话，说他不会和您争什么，望您以后不要去打扰他的生活。享受了这么多年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换成是你甘愿去乡下过一遍朝黄土的卑贱生活吗？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嬷嬷今日辛苦了，这日后还要劳烦您帮派人盯着宋庙，不，现在应该叫齐庙了。小姐放心，老奴定当为小姐尽心尽力。那个老嬷嬷去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弄一辆陈年的老马车来刁难我吧？这车要散架了吧？6、7月份，早稻快熟了。小姐，到桃花村了。哎，前面马车过不了，只能走一段路了。您怎的知道齐家在何处？前些日子，夫人派我等接回之瑶小姐，自然是来过这里的。小姐，就是这家。这是我家。唉，这天崩开局，我要怎么活呀？这里显然是遭过严重火灾的，原先这应该是有好几间屋子连着的，如今只剩下这孤零零的一间主卧了。齐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齐妙，是你们的姐姐。宋家已经派人把我送了回来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，我都是齐家的人，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慢慢说。你们先开门。除了她之外，屋内应该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女孩，原书中简单提过，没想到他们的处境竟然这样艰难。哥哥，她真的是姐姐吗？我见过她，她的确是宋妙。可姐姐不是不要我们了吗？哪个姐姐都不要我们。我们没有什么姐姐，她敲累了自然会走的。妞妞，快睡吧，不怕，哥哥在这里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？怎么额头这么烫？这是周婶子熬的药，她说让你全部喝完。是你照顾的我。喝完。
你是叫妞妞吧？你不许和我妹妹说话。好，那我和你说话可以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被宋家的人赶了出来，没地方可去，只能回来了。我们这里不收留陌生人。前几日你还把我们从宋家给赶了出来。之前是我的不对，我现在无处可去，你们能不能大人有大量，让我住上一段时间？哥哥，姐姐生病了，我们不要赶她走了。你只能住上一段时间，病好了就赶紧走，吃的你自己想办法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拖累你们的。我出去一趟，你别和他说话，有什么事去叫周婶子。阿武不在，这是个好机会，要融入这个家，得先弄清楚家底儿。这俩孩子瘦成这样，肯定连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妞妞，你们早上吃的什么？早上吃了几颗炒豆子，炒豆子好吃，只是哥哥说那豆子要拿去换米面，以后没得吃了。几颗炒豆子，那玩意儿又吃不饱，你现在不饿吗？烧已经退了，但从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，光喝了一碗药不行，我得去厨房看看能不能弄点吃的。妞妞，你带我去厨房看看好不好呀？厨房在外面，什么也没有。哥哥把剩下的豆子藏在衣柜里了。姐姐，在这里。估计也就3斤左右，家里真的连1粒米、1撮面都没了。妞妞，这灶台是新搭的，以前的烧了好大的火，这个新搭的。搭得这么矮小，显然是为了方便小孩子做饭。这是谁修的啊？是我家那儿子帮忙修的。周婶子，哎，你好些了吗？已然退烧了，好多了，还要多谢周婶子的草药。你就是阿武他们的亲姐姐吧？是，我昨夜才回来。往常多谢周婶子好心看顾这2个孩子。我是看这2个孩子可怜，又是邻居，往年老齐在的时候，2家也互有往来，这才帮衬了一些。只不过我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家里有个儿子，往后还要娶婆娘，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。你这是打算把这2个孩子接走？不瞒嫂子，那宋家我是回去不得了，往后便是这桃花村的人了。你这细皮嫩肉的娇姑娘，能过得惯这乡下的生活？周婶子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是被宋家赶出来了，无处可去，往后也只能在这里过日子了。方才我发现我这2个弟弟妹妹过的日子太苦，我又是刚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想向婶子打听一些事。你问就是。这乡下人家即便再穷也该有田吧？婶子可知我家有田吗？田原本是有的，只是老齐走后，村西头的另一家过来，把田都占了去。真要算的话，应该是你的大伯父一家。什么时候占的？老齐头七刚过不久就给占了。老齐头七，那个时候宋之尧还在桃花村，还没被侯府接走。宋之尧没管这件事。你说的是姚姐是吧？他管什么？3天2头的往城里跑，来人占田都不在家里，回来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他能怎么办？算了，先不管他了。周婶子，进屋喝口水吧。我就是顺道来看看你醒了没。既然你醒了，我也要回家了，家里还一堆事儿忙不过来呢。周婶子，等等。坏了，这焦小姐难道要开口问我要粮？救急不救穷，我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。之前那个宋之尧就自私薄凉，这个京城来的小姐谁知道是什么货色？婶子，我家中实在是没有米面了，只有一些黄豆，不知道可否从婶子那里换些米，明日我便想办法去弄粮食来。只是今日天色不早了，不知婶子愿不愿意行个方便？原来是换粮，这倒好说，换可以，只是这豆和米的价格不同，况且米昂贵，不如换些粗面。就换米，按市价换便是。婶子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去取来。哥哥会生气的。等他回来，我会和他解释的。你跟我回去取吧，我家就在旁边。你顺便把剩下的草药端回去。我瞧你脸色还是苍白的。我称过了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回家再称一遍。不必称了，多谢婶子。也不必谢了，你记得回去按时喝药，这是我娘家的方子。唉，也不知道新来的这个会不会和以前那个一样自私自利。其父生前对宋之尧真好啊。妞妞，姐姐没有衣裳穿了，这衣裳能借我穿一穿吗？姐姐穿吧。真乖。古代取水不易，不过这缸是满的，打水的地方应该不远，先用了再说。是哥哥回来啦！这衣服难道是宋之尧回来了？谁让你动衣柜的？哪里来的米？我用黄豆换的。换米只能换这么点儿，应该换面的。不行，你们都饿成这样了，不吃点米饭不行。哟，这不是马齿苋吗？今晚有口福了。
你知不知道那些黄豆是我存了多久的？我倒也不是大手大脚，只是你看妞妞饿成什么样了，她才6岁，整日吃野菜和米糊糊、面糊糊，像什么样子？哥哥不哭，妞妞不吃了。你用吧，省着点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有我在，以后饿不着你们。你们2个去帮我把野菜蒸干净。有盐、油、糖或者酱油吗？还剩一点盐和油，就在矮柜下面。你省着点用。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，要是把饭煮糊了，这点粮食就全糟蹋了。我必须死死盯着她。看好了，给我吧，我来烧火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火稍微小一点，对，就这样。阿五，村里有水井吗？周边有河水吗？村口有水井，往西边走有一条小河，很多大人都在那里洗衣服。水缸里的水是你去挑的？偶尔柱子哥也会帮忙挑。柱子哥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隔壁周婶子的儿子。火大了，小一点。从前宋之遥在的时候，天天躲在屋里，从来不搭理我们，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眼。这女人竟然愿意陪妞妞玩得这么开心。我叫妞妞，姐姐叫什么名字呀？原书里这2个孩子连原主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她是个取代了宋之遥的坏女人。我叫奇妙，和你们一样姓齐。姐姐也姓齐，真好。快回房间去玩，这里太热了。特意多放了水熬着米汤，锅里剩下的水刚好没过米，焖出来的米饭才香。阿五，不用添柴了，剩下的你不用管，你们1人1碗，把米汤给妞妞端过去吧。快去吧，喝完之后赶紧回来，我还要你帮忙烧火呢。妞妞，快过来喝米汤喽！阿五，快过来，来了。阿五，把火灭了，用不着了。这麻糍芡爽口又开胃，用来凉拌再好不过。可惜调料太少，连酱油都没有，我们今晚只能吃得清淡些。要是有蒜泥、小米辣和香油就好了。哪里来的酱油？我问周婶子要了1勺，不能要多了，也就这么1勺。阿五真是个懂分寸子的好孩子。阿五、妞妞，你们快去盛饭吧。这碗饭是给我的。姐姐是大人，大人就要多吃一些。你现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我年龄比你大，又不是你妹妹，不需要你这么让着。这个比哥哥做的好吃多了。赶紧吃吧，你们在自己家还客气什么？以后你不许摸我头了。好好好，赶紧吃饭吧，我也饿了。妞妞，快吃，这个好吃。你该喝药了。这千金大小姐居然用仅剩的水洗衣服。阿五，你这是要去挑水？柱子哥，你回来了。前2日不才挑了水吗？用的这样快？今日洗了些衣裳，就用得快了。吃饭了没？没吃就去我家吃去。不用了，我和妹妹已经吃过了。柱子哥，我自己去挑就好了。等你挑回来，天都黑透了，还是我帮你吧。这实木桌子一看就死沉，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行。受伤了吗？我没事，你回去睡觉吧。
试试看，刚才到底是错觉还是……哇，姐姐好厉害！哇，我竟然这么厉害！这纤细修长的手居然藏着这么恐怖的力量，没想到老天爷还给了我这样的金手指呢！妞妞，咱们家的茅房在哪里？啊，在后面。我就不该对古代农村的茅房抱有任何幻想。你是何人？柱子哥，他是暂时住在我家的。未曾见过你家有这么一号亲戚啊！柱子哥，你好几日没回家了，再不回去，周鸟儿就要担心了。柱子，你回来了吗？娘，我回来了，我这就来。阿五，我娘喊我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谢谢柱子哥。这是家里最后一支蜡烛了。嘘。阿五，你知道怎么去城里吗？知道。你要回去了，我就知道，她这种过惯了锦衣玉食日子的千金大姐，怎么可能在乡下待得住？她肯定是想回侯府去，或者去找那个宋之遥。不是，我进城有事，家里什么粮食都没有，我总得置办一些回来。村口有牛车，每日只有一趟，天刚亮就要出发。坐牛车要多少钱？4文。我知道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快睡吧。糟糕，天都亮了，阿武怎么没叫我？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今天来不及做早饭了。这是阿武放的，这小子明明防备心那么重，却默默把进城的车费给我准备好了。他还会回来吗？哟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？我咋没见过呢？肯定不是咱村里的，咱这儿没这么好看的姑娘。你也要坐车对，我要进城去。？4文。姑娘，日头太晒了，你也带上吧。谢谢婶子。你是村里哪家的亲戚？怎么从未见过？我就是桃花村的人，只是小时候被抱错了，最近才换回来。呀，抱错的，那不就是齐家？是啊，婶子，我叫齐妙，往后就在桃花村住下了。这可是当了10几年京城官小姐的娇滴人啊，怎么可能在咱们这破乡下过得下去？还不知道您是哪家的婶子呢？我傅家姓李，就在村东头。妙丫头，到了城里跟着婶子，保准你买东西不吃亏。这些婶子确实热心，不过刚认识，我还是得留个心眼儿。这位姑娘可要挑选些什么？掌柜的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不知这里可收成衣？料子不错，剪裁也很好，可惜是穿过的。也就穿了那么一次，掌柜的若是要，我就便宜些卖了。这可是正经来的衣裳。这衣裳就是我的，不信你展开一瞧便是。3两银子。好个心黑的掌柜，这衣服光料子和刺绣至少值30两，我急用钱，亏就亏吧。那便5两银子吧。5两银子，少了我便不卖了。京城物价真贵，糙米1斗20文，精米30文，粗面10文，细面竟然要35文。来1斗精米，1斗细面，一共65文。暂存在这儿，我逛完街再来拿。盐1斤45文，油1斤90文，白糖居然1斤要1两银子，而且这平民铺子里根本没有，简直是物价刺客。唉，来些盐、油、酱油、醋，再来些饴糖，一共160文。紧要的东西都买齐了，足够用上好一阵子，剩下的也不急，日后再慢慢添置也不迟。包子多少钱一个？素的2文，肉的3文。给我来一个肉的吧。总算吃到馅儿了，不过这味道也太一般了吧，一点汁水都没有，
里面全是剁得细碎的肉渣和姜末，这到底是包子还是馒头？唉，不能我自己一个人吃独食。既然决定用当他们的姐姐，不管这包子多难吃，这俩小家伙也得有份儿。我要1碗阳春面。好嘞，客官请坐，阳春面8文1碗。这价格可真够贵的。老汉，难怪你这面比其他人卖的要贵些。这汤底用猪大骨和鸡骨小火熬制，就费了不少功夫吧？没想到姑娘如此识货。1斤就要40文，这古代的肉价简直是抢钱啊！来1大碗粗茶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丫头怎么拿得动这么多东西？她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金贵粮食？不瞒各位婶子，我是被宋家扫地出门的，他们发现我不是亲生女儿，就将我赶了出来，一点盘缠也不给。好在我头上还有只簪子，拿去当了，才换那一点钱用。都说越有钱的人越没良心，好歹是当女儿养了10几年的，又不差那点钱，怎的叫人赶出来哟？是啊，像我们这种乡下人，多一张嘴吃饭的确困难。可那宋家听说是达官显贵，竟还这么小气。那姚姐儿不也是？老齐辛辛苦苦养她这么大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阿五和妞妞倒没这个好福气，偏她成了大小姐后，连话都不交代一声就走了。老齐偏心，对姚姐明显比其他2个孩子好。他在世时家里个个穿着旧布，就姚姐时不时的还有新衣裳穿。虽说抱错了孩子，可老齐也是把姚姐当宝贝疼的。可惜他到死都不知道，姚姐不是他的亲生闺女。妙妙，你家也不容易，那簪子换的钱省着点花。女子挣钱更是不易，你要为自己做打算呢。我晓得了，多谢各位婶子。哥哥，你说漂亮姐姐还会回来吗？妞妞，这才1日你就喜欢上她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随意相信别人，她不是我们的姐姐。哥哥胡说，周婶子说了，她才是我们的亲姐姐。妞妞，你不懂，不会有人想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。我们对于她来说就是2个累赘，我就不该去借那4文钱给她当车费。妞妞，饭就快煮好了，哥哥让你多吃一点好不好？妞妞又饿又难受。都怪那个坏女人，是哥哥不好，以后再也不会相信别人了。哪个坏女人？哭什么？怕我不回来啦？完了，刚才说她坏话全被她听见了。我就知道姐姐会回来。行了，赶紧去把脸洗洗，我要把这些东西搬进去。你哪里来的钱？小孩子别问那么多，不过我的钱也不多。今晚吃完饭之后，咱们商量一下日后怎么赚钱。那件值钱的衣服不见了，她竟然把衣服卖了，给我们换了这么多粮食。家里连个水杯水壶都没有，这日子过得也太糙了，还得继续添置。阿五，你跟我过来。瞧我这脑子，这都冷了不好吃了，我去热一热再给你们吃。糟了，今晚锅里的粥，我不是故意不煮你的那份的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你和妞妞就吃这么点米，这哪里叫粥？这是白开水吧？昨晚不是剩了那么多米吗？够你们吃了吧？这么省做什么？算了，以后我过上好日子的。阿五，快过来烧火。那屠夫还想拿劣质肉蒙我，也不看看姐姐上辈子是干什么的。差点忘了，这破刀不是我那把削铁如泥的神器，钝得跟烧火棍似的。阿五，别添柴了。这破棚子连个遮挡都没有。阿五，火不要太大。香吗？香。你离远些，小心油溅你身上。那是
什么？是八角、桂皮还有香叶。妞妞，学过算术吗？这上面有几个角1、2，有8个角。真聪明，就是8个，有8个角，所以叫八角。放进肉里就会让肉变得更香。不过如果遇到不止8个角的，那就不许吃了。为什么？有一种和八角长得很像的，有10几个角，那叫芒草，是有剧毒的，可不能吃哦。要是吃了，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啦！嗷呜！哦，你们去把手洗干净。我以前从来不听他的话，现在竟然不知不觉被他使唤了。吃吧。姐姐先吃。我今日吃过了，你们吃吧，我不爱吃这个。怎会有人不爱吃包子的呢？这俩孩子也太实诚了，要会儿吃不下就先别吃了。包子虽然好吃，但姐姐做的肉肯定更香，包子留着明天吃。阿五，快端回房间去。实在是太香了，这肉香味不断往外飘，要是被有心人闻到就麻烦了。柱子，你有没有闻到肉香味儿？没有啊，娘，你是闻错了吧？这么晚了，先别缝了，早些睡吧。那不成，明日你还得进城去送家具，可别穿这破了洞的裤子，让人家看了笑话。你昨日遇见齐家那个姑娘没？遇见了。都是些苦命孩子，日后多照看些也无碍。不过你呢，也别帮得太过，咱们娘俩也不容易。今儿早上我看见你给阿五钱了。娘，那是阿五借的，就只4文钱，若是还不起便算了。今儿4文，明儿又要多少？总之帮人也要有个富，知道了吗？娘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去睡吧。肚子里有了油水，疲惫感一扫而光。这小子还是不信任我。烧点热水会好洗一些。妞妞，现在太热，这包子明天就不能吃了。那怎么办？妞妞现在吃不下了。家里是不是还有谁没吃晚饭？都吃了呀，姐姐、哥哥还有我都吃饱啦。对了，还有元宝，他没吃。原来这小土狗叫元宝。之前我刚来时，他以为我是坏人，冲着我拼命叫，是条忠心护主的好狗。元宝也饿了，那就给元宝吃。真乖，那你去拿给元宝吃吧。你上过学吗？之前上过1年，后来阿爹生病了就没上了。其父一病，家里被掏空，连下葬都费尽积蓄，难怪这俩孩子现在连个大字都不识了。你知道豆花吗？什么花？那豆腐呢？豆腐脑呢？没听说过。豆浆可听说过？这个听说过，用石磨就能磨出来。你要做豆浆，周婶子家就有石磨。是也不是，等明日你就知道了。妞妞，不早了，快收拾一下睡觉了。好的，姐姐。我去趟周婶子家。怎的了？昨日那4文钱是我问柱子哥借的。我知道了，等我回来再做早饭。周婶子在不在？在，你进来吧。你怎的来了？婶子，我是来还钱的。昨日阿五从柱子哥那里借了4文钱，我没瞧见柱子哥，想着还给您也是一样的。这孩子，我见你家养了这么多鸡，不知鸡蛋卖不卖？是要卖的，攒齐了让柱子带到城里去卖。那婶子可否卖我几个？昨日我去了城里一趟，只买了些糙米和粗面回来，忘了买鸡蛋和菜了。哎呦，幸亏你没买，城里东西贵，你不如在村里买，便宜还新鲜。我正是这样想的，师爷来问问婶子愿不愿意按市价卖我一些。你要多少？10个鸡蛋。可以的，我去给你拿。那就麻烦周婶子啦。婶子，这是不是就是能磨出豆浆的石磨呀？正是，你别看着简单，这石磨推起来要费上不少力气呢。那我家的那种黄豆是不是也能磨出豆浆来？不过要提前泡好豆子，你若是想吃豆浆了，来我这里磨便是。那就多谢婶子了，我下午来借用一下石磨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只是我下午在田里，帮不了你推磨。没事儿，我力气大着呢。谢谢婶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稀里糊涂的答应了？娘，您怎么站在外面？你什么时候去城里？
下午在不在家？等会儿就去，下午定是不在的。娘答应把石墨借齐家那女娃儿磨豆浆，怕她用不来。娘不是说帮人要有个度吗？怎的自己还这样？要你管我？朱子哥那4文钱我已经还给周婶子了，谢谢。那4文钱本来就是我用的，你向我道什么谢？谢谢你回来了，没有丢下我们。等会儿再烧水，我要揉面做面条，不急这一会儿，等会儿我叫你。揉面？他还会做面条？醒1刻钟就行。这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？做个面条怎么这么麻烦？阿五，烧火。去叫妞妞起来吃饭。哎，周婶子，周家嫂子，齐家那姑娘不是听说连个碗端着都嫌沉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，这丫头难不成还真是个干农活的料？妞妞扫灰，阿五扫地，我来擦。哇，地方太小了，3个人住太挤。完了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这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掉了大半，到处都是窟窿。这要是下场暴雨，屋里还不得成水帘洞啊！阿五来了，阿五，咱村里有没有会补屋顶的人？有的，村东头的李家就会。你去帮我跑一趟，问李家愿不愿意帮我们修一下屋顶，就说我会付工钱和原料的钱。听说你亲姐姐回来了，她对你和妞妞好不好？什么行不行？李爷爷，您在家吗？齐阿五，听说你姐不要你们了，没人要的小孩，饭都吃不起的小孩。你们胡说！我现在有姐姐，比原先的那个还要温柔，还要漂亮。你别胡诌了，就算是你亲姐，也不愿意回你那个比狗窝还不如的家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跟我回去看就是。这小子怎么领了一群小屁孩回来？这是开饭托儿所了吗？漂亮姐姐，你家吃的什么？怎么这么香？疙瘩稀饭。阿五，快过来，吃午饭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，要是吃不完，想分给朋友们吃也可以。这是我姐姐煮给我的，这下你们该信我说的话了吧？信信信！阿五，你姐姐真好看，是整个村里最好看的人。你碗里的，你尝尝。真好吃！好，我也想吃。我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这个桃花村倒是民风淳朴，来这里可是算是来对了。娘，怎么又是饼子？也太难吃了！你不吃饼子，想吃竹笋炒肉啦？我先前在齐阿五家吃了几口他姐做的稀饭，又香又好吃。娘，你怎么就不会做呢？少在这胡诌！那齐家出了名的穷，还请你吃稀饭呢？去，别在这里烦老娘！阿五，把泡好的黄豆装上，豆子泡好了，是时候去周婶子家借石磨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豆腐了。阿五、妞妞，这是别家的院子，你们可不要乱动东西。我听姐姐的。元宝，你可不能进哦。不知道周婶子怕不怕狗？上辈子在农家乐推了几下这玩意儿，胳膊酸的差点废了。阿五，先舀几瓢清水进去洗干净。哥哥，我去给你端一条凳子来。你端2条吧，自己也坐。水和豆子都要放，水少些，豆子多些。啊，出来啦！阿五，还有多少子？走。
再磨个1刻钟就差不多磨完了。再坚持一下，咱们马上就要胜利了。妞妞，晚点就有豆浆喝了，开心吗？那石磨我推着都费劲，那丫头细胳膊细腿的壮，可别推了2下推不动，把豆子糟蹋了，我还得给她收拾烂摊子。周婶子，你地里的活干完啦？你怎么推起来那么轻松？今早不是同婶子说过了吗？我这人天生力气就大。我的乖乖哟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这推磨的速度叫我儿子来也赶不上。还要多谢婶子肯借我石磨呢。婶子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多谢你啦。阿武把火给熄了。别人家都是有专门的十字笔架过滤布，这不是也做啥没啥。阿武，拿着这里，小心烫我，跟我说。知道了。唉，热，实在是太热了。这孩子是个老实的，从不叫苦。你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了。谢谢。起来喝甜豆浆。整个京城和桃花村都没人听过豆花，这就是我的独门生意。没有卤水石膏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白醋点豆腐的魔法。灭火！成了，少煮是豆腐脑，多煮是豆花，压一压就是豆腐。白醋果然靠谱。没有酸味，也没有怪味，就是比内酯豆腐老一点点，完全不影响口感。周婶子啊，周婶子，这是我做的豆浆和赶紧请吃。来，感谢您今日把石磨借给我。哪用这么客气？那是什么？这是豆腐脑，我自创的菜。这年头谁有秘方不藏着掖着？难道真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？婶子就收下吧，咱们是邻居，日后遇到什么事儿也是要互相帮忙的。豆腐脑吃咸的就放酱油，吃甜的就放糖，婶子自己试着做吧。这孩子，那我晚些把盆儿给你送回来。娘，今日做什么好吃的了？赶紧多手洗了。好香的饼子，您怎么忽然舍得放细面了？还不是见你最近辛苦。这豆浆该不会是齐家妹子端来的吧？她竟真的用了咱家的石磨。你不知道，齐家那小姑娘人看着细细肉肉的，推起磨来是毫不费力，比你都推得快。那细胳膊细腿的，怎么可能？我也没见过，肯定是娘又嘴硬心软帮他们了是吧？这是啥？齐家那丫头送来的，你尝尝呗。娘，这个真不错，咸咸的真不错，吃进去就化在嘴里了。确实好吃，就没吃过这么嫩的东西。不知道那丫头怎么看着怪，怕有啥不妥，还是让傻儿子先试毒比较稳出来。我打算做点小生意，去城里卖吃食。今晚做了一些，你们帮我参考参票。这是咸豆腐脑，你们尝尝好不好吃？等等，先别说话，还有别的，一起尝了再说。你们选出自己觉得最好吃的那一样。姐姐，这道最好。还是先吃了再说吧。鸡蛋香香嫩嫩的，好吃。原来是为了鸡蛋，你觉得呢？我最喜欢豆腐脑，入口即化，吃起来口感也最好。只是线下天气热，城里又远，容易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而且不易保存，一路运过去，怕是都撞坏了，不成形了。豆花得配米饭和蘸水，在街边卖不现实，豆腐脑运送太难，看来只能选最稳妥的那个了。卖豆腐最好，豆腐最好保存，也方便运过去。那我就只能去当个豆腐西施了，暂时用不上我的厨艺。豆腐西施这名字倒是挺适合他的。一定要去京城卖吗？最近的集市不是在京城吗？可京城远，去一趟也不方便。附近几个村子便商量了个统一的时间，每3日赶一次集。对啊，一般来说农村都会赶集的，我怎么忘了？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你没问，你只问了怎么去城里。这小子脑子转得快，嘴皮子更利索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什么时候能赶集？每逢2、5、8，明日便是6月12。原来今天是6月11，我都过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了。
你说赶集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多远？不远，走得快点也就1刻钟的路程。那么明日我就去赶集，顺便试试能不能把这些豆腐给卖出去。还是屋里安全，外面太落天了，万一招来贼或者野兽就麻烦了。豆腐不是用来煮汤的吗？用油一煎，竟然这么香！今天他怎么做这么多？今日我要去赶集，就不带你们了。中午我要是还没回来，你和妞妞就热这一盘豆腐吃。等会儿出门前，我给你一些钱。今日李家的人要是来修了屋顶，你就把钱给他们。你不怕我算不清？你都10岁了，这点事情还做不来？我当然做得来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在家里要看好小妞，知道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看我？我这脸虽然好看，也不至于像看猴子一样吧？看来我这假千金的名声已经在村里传开了。妙妙，婶子，修补屋顶的事，你说的正是我家。昨日公公已经说了这件事，他们估计上午就会去修补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好像是从妙妙的背篓里。婶子们，我今日也是要去卖东西的。你们要是感兴趣，到时候记得来看看。干脆你跟着我们得了，我们俩今日卖些自家地里的菜，旁边正好有位置。谢谢两位婶子。妙妙，你快过来！你占我的摊位做甚？还不快离开！就是，还不赶紧让开！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也不嫌丢人。什么人都想来占便宜，这些位置都是被人占了的。虽说没交钱，却算是约定俗成了。若是抢了别人熟悉的位置，那人没来倒好，来了必定是要骂人的。这好的位置都被占完了，你要是今日不跟着我们，只能去最边上了。多谢两位婶子。谢就不用了，我们今日帮你，就是想知道你那背篓里装了什么，这么香。这是啥？这叫豆腐。先前你们闻到的香味，正是来自这豆腐。不是这个味道，要比这个香上许多。是这个味儿。来来来，快来买豆腐嘞！又能煎又能烧又能炖汤的豆腐喽！姑娘，你这卖的是什么？这叫豆腐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吃法，无论煮汤还是煎炸都很好吃。名为豆腐，那就是豆子做的喽？那是自然，这是黄豆做的，随便猜，黄豆又不稀奇，只要我不说白醋和比例，累死你们也点不出豆腐来。黄豆竟能做出这豆腐来，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了。你这豆腐怎么卖？4文一块。你这豆腐贵了些。这豆腐极为难做，工序复杂，还费豆子，做了1整日才只得这么几块，价格嘛自然也就上去了。您瞧，这就是用豆腐切片炸的，您闻闻香不香？您要是想买，可以尝一尝，味道真的好极了。当真？自然是真的。真那么好吃？给我来一块这豆腐。您可带了什么碗没有？不瞒您说，我这煎豆腐里放了猪油，吃起来才香，要是没放，滋味会大打折扣。我知晓了。4文一块的天价，我还想劝他降价呢，这就卖出去了。这丫头这嘴也太能说了。我能尝一片吗？我也想试试，要是真的好吃，我便买上一块。不就是4文钱吗？闻了一路，馋死我了。大不了不好吃，下次不买。妙妙，给我们一人尝一片呗。黄豆才几文钱1斤，这7不块成本早就回本了，还赚了，剩下这8块全都是纯利润。我那2膀子的推磨力气总算没白费。妙妙，你那豆腐味道还真不错，我们一人也买一块。2位婶子今日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不如我送婶子们一人一块。那哪成？我们可不能占你的便宜，不就4文钱吗？我再卖2个鸡蛋就有了。是啊，你这样说，我们俩就算想买也不好意思了。是我的不是。我卖完这些豆腐也是要去买菜的，不如我们交换一些。这提议好。今晚的菜谱有了，韭菜炒鸡蛋，绝配。绿豆汤，冰凉解暑的绿豆汤喽，2文钱一杯。
你是第一次来，想逛就去逛呗，我们俩替你看着就是，又不费力。多谢婶子。你这茶壶一套怎么卖的？18文。你这茶壶上面都一层灰，定是卖不出去的货，竟还要这么多钱，我不买了。姑娘别走，价钱好商量。这破水壶大半年都没人问津，乡下人谁喝茶呀？天天挑着占地方。今天要是错过这个小姑娘，估计就得砸手里了。姑娘留步，您若是真心想要，我就便宜些卖了。多少？10文如何？太贵了。8文如何？那便8文吧。婶子，等回去我把这碗洗干净了，让阿五给您送回来。不急，婶子们先回吧，我这还有3块没卖完，我再等会儿。您这是？你这豆腐剩下的我都要了。见您跑得这么急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。是出了事，我回去煎了几片，正巧我那岳父今日来访，闻到这香味便走不动了，差我再来买些。煮汤也是好吃的，您可以回去试试。昨晚我就煮了鸡蛋豆腐汤，家里2个弟弟妹妹爱吃的很。多谢。对了，你下次赶集还来吗？会来的，只是位置就不在这里了，估计是在边上。老翁，您这鸡仔怎么卖？1文钱1只，随你挑。乡下生活，鸡可是战略物资啊！母鸡下蛋，公鸡炖汤，必须安排上。老翁，我这里面有母鸡吗？这只，还有这只，都是母的。3只母鸡，5只公鸡，完美。这是剩下的钱。你和妞妞妞1人1枚，你们2个辛苦了。谢谢。行了，这种话以后不必说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了，等会儿这只碗你帮我送回李婶子家，就是今日帮我们补屋顶的那家。我买了几只幼鸟，等会儿还得找个地方安置它们。对了，妞妞呢？她出去玩了。养小鸡要鸡笼，不然到处乱跑就找不到了。这玩意儿怕是要用竹片编的最好。先前我赶集的时候没看见有人卖的。村里有一家会做鸡笼，他们家还有竹篓、簸箕那些。那就交给你了。这小子自尊心强，不好意思白吃白喝，多使唤使唤他，反而能让他在这家里待得更踏实。来，我来拿。你这皮猴还不赶紧去洗了手吃饭？姐姐，我知道啦。这2个小家伙倒是真不挑食。你怎么不把盆放在地上洗呢？这样不是还能坐着洗？阿五，你也别整日在家里待着，想出去玩就出去玩。这孩子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太早了，整天都在为生计发愁，哪里还有一点10岁孩子的样子？这笼子太大了，等小鸡长大了，还得在院子里圈块地，放屋里鸡屎味太熏人，只能放外面。姐姐，我也想抓小鸡。不可以哦，你控制不好力气，伤到小鸡了，小鸡会伤心的。那等我长大了就可以抓小鸡了吧？可以，好好吃饭，很快就能长大了。以后你可要好好看家啊！怎么了，阿五？以后你和妞妞睡，我睡这里。为何？你太高了，睡这里腿都伸不开，我睡正合适。板凳上硬得很，你不一定睡得习惯。我能睡。你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要互相帮助，携手并进，所以让我睡这里吧。你承认我是你的姐姐啦？这傲娇的小屁孩终于被我拿下了，真心换真心，这波不亏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
准是又害羞了。午睡超过半小时必定头晕脑胀，这优良习惯必须全家普及。吃米太奢侈了，鸡还是得吃麦麸和稻糠。可家里要啥没啥，连田都被大伯家霸占了，只能去别人家买点。大侄女，这胖女人，这长相，这语气，看来这就是那个吸血鬼大伯母了。你是阿武和妞妞的姐姐是吧？我是你大伯母。大伯母叫住我，有何贵干？这模样，这身段，还真像村里传的那样水灵，得想办法从她身上刮点油水下来。大侄女，急着走什么？都是自家亲戚，留下来和大伯母说说话再走呗。跟我套近乎，暂时还不想跟你们这群吸血鬼正面撕。既然你上赶着，那就别怪我恶心你了。大伯母，我还得上山去摘野菜呢。您家房子修得不错，比我们家气派多了。瞧那鸡窝，竟有这么多鸡。这几日阿武正馋着呢，说好久都没吃过肉了。哎，那只公鸡怎么那么肥？侄女，你不是还有事儿吗？大伯母就不打扰你了，还是早些上山去，免得天黑了路上危险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白长那么好的皮囊了，也是个馋鬼，想从老娘这里捞东西，没门儿！哪里有卖麦麸和稻糠的？我家就有多的，你要是想买，就跟我回去取。这两样怎么卖？2文1斤，便宜卖给你了。一斗精米12斤才30文，这种喂猪喂鸡家家户户都没人要的破麦麸，你竟然卖我2文1斤，真把我当人傻钱多的冤大头了。还问过您家住在何处？就在前面不远。呀，婶子，我身上没带钱，你回去取，我在这等你便是。可我家里也没钱了。婶子，我看您面色和善，定是个好人。您看要不先收我几斤，改日我有了钱，一定先来还您。去，你还是回家去吧，别打扰我干活。看来这桃花村啊，也不都是像周婶子那么热心肠的好人。婶子，刚从地里回来啊？是啊，这么热的天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上午去赶了集，买了几只小鸡回来。家里没有麦麸和稻汤，就看看能不能去谁家买一些。买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先前问了个婶子，可惜我没带钱出来，就没谈成。那玩意儿不值钱的，我家就有，你要的话分你一些。那可不成，我家里的地被大伯抢走了，也没种粮食，以后养鸡要吃不少的麦麸，总不能每次都去婶子家里拿吧？婶子家如果有多的，不如就卖给我吧。行，钱你随便给点就行。那就给婶子2文钱1斤。谁跟你说的这价格？就那边田里那个婶子，她说2文1斤便宜卖给我。原来是她啊，那是咱们村里出了名的抠门婆娘，一家子都是泼皮无赖，往后少和他们来往，你听婶子的，绝不会错。你差点被她坑了，什么2文1斤，你2文钱便是买10斤，村里也有的是人卖。那我就按这个价买，不知婶子现在方不方便，我跟你回去取。那感情正好。今天算是躲闲了，明天得继续去周婶子家借石磨做豆腐，去京城卖高价。等赚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买个石磨。这古代的居住环境也太差了，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帮忙守着茅厕外面。真能干。开吃。要是有豆豉就更好了，炒回锅肉怎能没有豆豉呢？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，没听说过这个。桃花村家家户户都种黄豆，居然没人会做豆豉，这岂不是又多了一条发财的路子？明日找周婶子问一问。古代靠天吃饭，雨太大了可不是好事儿，千万别发洪水啊！阿武，你不吃早饭干什么去呢？昨夜下雨了，山上有蘑菇，去晚了就被人挖走了。我晚点再回来吃饭也是一样的。刚下了雨，山上路滑，
你一个人去怎么行？这小子分得清毒蘑菇吗？别采个红伞伞白杆杆回来，全家直接吃席。我没事儿，山上的路走习惯了，不会摔倒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咱们快去快回。我去和妞妞说一声。妞妞，我和阿武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了，你在家等着我们。大儿估计都下地干活了。上辈子我切过的蘑菇比他们吃过的盐都多，今天必须大显身手，晚上来个小鸡炖蘑菇。你先走，我待会儿就来，晚了可就没了。这帮小猴子动作真快，不过蘑菇越先炼越毒，好吃的基本都跟泥土一个色，只要眼神好，总能漏下好东西。运气爆棚，1朵鸡簪菌，4朵白牛肝菌，今天晚上有口福了。上辈子学来的土方子，拍一拍去虫子，顺便散点孢子，下次还能长。阿武，怎的不动啦？阿爹说过，采蘑菇只能采自己认识的，不能采不认识的和颜色鲜丽的。这几朵我以前见过，但不确定能不能吃。做得好，不认识的可千万不能摘。不过呢，我认识这种蘑菇，这叫鸡油菌，很难捡到的。你真是运气好。你闻闻，鸡油菌很好闻的，有一股花果香。我记住了，采蘑菇之前像我刚才那样拍一拍，以后那里说不定还能长出鸡油菌来。看来是我小瞧你们了。阿武，这么多采蘑菇都是小孩，家里人放心吗？咱们村靠近山里，许多人都捡过蘑菇，大人们都是有经验的。不过前2年有一家吃了蘑菇中毒死的，所以捡回去大人们都会仔细的筛一遍。那要是刚才没遇到我，那鸡油菌你采不采？不采，我只是以前在家里见过阿爹采过一次这菌子，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保险起见还是不采了。这孩子真是稳重的让人心疼。大人们没时间，经常让我们上山采，回去再好好教，时间久了就会了。你以前也经常上山采蘑菇吗？怎么懂得比我们还多？完了，原主可是京城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滴滴大小姐，别说采蘑菇了，连蘑菇长什么样估计都没见过，这要怎么圆？我也采过，大部分是从书里看来的，家里也经常吃蘑菇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看见金子了？这玩意儿长得太丑了，一看就不能吃。阿武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认不认识的先不说，既然他说是好东西，先装进背篓里，绝对错不了。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干巴菌，而且还有这么多！吓死我了！这虫子长得真像蛇。别看这干巴菌长得丑，炒出来会有一股腌牛肉干的香味，嚼起来也有很特别的嚼劲儿。牛肉干的香味，桃花村里的牛可是宝贝，老死病死都没人敢随便吃。牛肉到底是什么鲜味的？这玩意儿在现代可是4位数1斤的极品。看阿武这反应，古代人估计不识货，卖不上价。那正好，我自己全包了。那我回去做饭了，妞妞差不多醒了，你尽量早点回来吃。昨晚雨下的透，到处都是蘑菇，这些卖到城里能换好多钱呢。现在回去太亏了。就在这附近，不许再往上走了。这小子采蘑菇上头了，清空血素，准备再战一轮啊！我回来了，采了这么多，真厉害！阿武，过来。这种蘑菇，其他人有摘走吗？没有，那地方只有这么一朵。记住这里，菌肺边缘微微发青，和普通的不一样。还好毒性不强，最多拉肚子。既然别的孩子没摘，也省得我挨家挨户去敲门了。我爱吃上次的豆腐脑，你送些给我，我就帮你推。这次我不做豆腐和豆花，直接做豆腐，送你2块。你在院子里帮我看着，若是有人过来，就喊我一声，我把锅盖盖上。这方子可是我的发家之本，绝不能泄露。等他们试出白醋，我早就赚得盆满钵满，卖别的东西了。
这2块给周婶子送去。阿五，你姐姐还没醒吗？昨晚累瘫了，那女人的声音居然没把我吵醒，这一觉直接睡到大天亮。50块豆腐，每一块压得死死的。买东西去穷地方，卖东西必须选富人区。这京城里有钱人多，不宰他们宰谁？卖豆腐嘞，各位快来瞧啊！这可是独门的方子，保准您没见过。白白嫩嫩，回味甘甜，清清凉凉，诸君可尝。何谓豆腐？这是我家祖传的方子，原先在江州一带售卖，后家中银故搬来京城附近，便打算日后在京城售卖。京城之大，何物没有？你这豆腐虽然稀奇，却瞧着没什么好吃的。非也，我这是用豆子做的，正因过程复杂，颇为费力，是以价格要卖这么高。您瞧，此物细腻洁白，闻着又有股豆香味，当然价格要贵些喽。做法也多，既能用油煎、炸炒，也能做成汤，是炖是烧，做出来都好吃。姐姐，您瞧这豆腐多嫩，买块回去给家里人尝个鲜吧。果然，有钱人的钱就是好赚，这声姐姐没白叫。你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掌柜的，是个姑娘在卖什么豆腐？是哪2个字？听她说是豆子的豆，腐白的腐。这腐字听着可不怎么好。是啊，可那姑娘却说此物是10乘10的美味，京城难得一见。哦，她卖多少钱？10文1块。你去替我买1块上来，记我账上。小的这就去买。这味道说不上好吃，在豆子的味道之中，似乎夹杂了其他味道。什么人间美味，全是胡说八道。你去叫人将他打发了，别在门口影响客人。鱼儿上钩了。哪里来的骗子？去，别挡着我拱月楼的生意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哪里是骗子了？空口白牙的，你凭什么污蔑人？我家掌柜已经尝过你这什么豆腐了，他说食之无味，根本不是什么世间美味。你不是骗子，那是什么？敢问你家掌柜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豆腐做成菜了？这位小哥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家掌柜自是就那么尝了一口，他可是拱月楼的掌柜，只需一尝就知你这豆腐不好吃。笑话！各位给评评理，我早已提前说过，这豆腐可以煎、炸、炒、烧、炖，唯独没说过口空生吃好吃的。说的也有道理。你家掌柜的既然这么爱生吃，不知道米面他生不生吃？依我看，那面不用和水，直接生吞了吧。嘴皮子好利索的女娃子，听得我都想买1块这豆腐尝一尝了。我说不过你，别走啊，再说2句。慢，我这豆腐是祖传秘方，味道奇特，掌柜的没见过也是正常，圣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呢。不如你告诉掌柜的，让他将这豆腐做成汤，尝了之后再下定论，如何？也不用别的，只需简单煮点白菜进去，再加点煎过的鸡蛋，保证好吃的很。我去禀报掌柜的再说。按他说的交给后厨做。又嫩又滑，吸满了白菜的甜味和煎蛋的鲜味。这本身没味道的食材，竟是如此绝妙的配菜。罢了，是我眼拙了，去将那位姑娘请上来吧。对了，记得让她把背篓带上来。停车。怎么卖？10文1块。真是个爽快人。这京城的有钱人就是多，连个下人都这么阔气，这地方真是来对了。姑娘，我们掌柜的说是他错了，请您上去坐一坐。掌柜的也是个实诚人，那我这背篓一起带上就是，我替您拿吧。不必了。哎呀，掌柜的都请他上去了，这豆腐肯定是好东西，我刚才怎么就没买1块啊？好家伙，这空气里都是金钱的味道，看来我选这拱月楼是选对了，这肥羊够大。我请姑娘上来，是想从姑娘手里买下这豆腐的方子。掌柜这是承认我这豆腐的好处了？那是自然，先前是我的不是，还请姑娘恕罪。
这是我家祖传下来的方子，掌柜的想出什么价格？50两如何？掌柜说笑了，我这豆腐做法不少，口感独特，若在名厨手中，必能做出人间美味。这50两还是太少了。那姑娘想要多少？200两。我不仅将豆腐的做法告知掌柜，还将烹饪方法也尽数告知。靠我每天推磨卖50块豆腐，得连续卖推400天磨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今天能卖则卖，这波必须宰个大的。200两，这丫头真敢开口。这豆腐不过是配菜，没听说过，不值这价。我拱月楼名厨如云，哪用得着她教怎么做菜？姑娘，这200两太贵了，恕我不能答应。既然谈不拢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现在嫌贵，以后就算出200两，老娘还不卖了呢。多请我喝茶。既然姑娘不愿卖方子，那豆腐可愿意卖？卖。那剩下的我全买了。50块豆腐赚了500文，除去牛车4文，还剩496文。当衣服那4两银子存着应急不能动，这400多文嘛，得去杨柳巷好好采购一番，奖励奖励阿五和妞妞。那小子这几天跟着我吃苦了，必须买点肉回去补补。小哥，糖葫芦怎么卖？ 3文一串。一串糖葫芦3文，比鸡蛋还贵了。我这物价换算系统算是被古代同化了。给我来3串，一串我现在吃，另外2串包起来。好嘞，今日天气爷糖容易化，可要早些吃。好嘞，您的糖葫芦。这纯天然无添加的糖葫芦就是得劲儿。大哥，就是这小娘们儿，刚才在拱月楼门口可赚了不少。线下住在乡下，门口一大片空地，正好适合种点菜，而且种菜周期短，过段时日就不用去买别人家的菜了，又节省一大笔钱。只不过要先种些什么菜好呢？姑娘可是想买种子？可我还没想好该种什么。夏日里吃黄瓜、丝瓜又解水又清淡，就是要搭架子，麻烦了些。种起来也没那么麻烦。周婶子家的菜园子里就有黄瓜、生、韭菜、白菜、葱等等，两家离得近，土壤也差不多。按周婶子家里有的种，一定不会错。我要黄瓜、白菜、萝卜、葱、南瓜，还有空心菜的种子。我家菜园子不大，少装些。好嘞，我这就给您包好。妞妞和阿五都是孩子，线下穿的衣裳都短了一大截，早就该做些新衣裳了。小姐，奇妙那边有动静了。说，我们的人发现奇妙进了京城，在拱月楼门口卖吃时，被拱月楼的掌柜请了进去。随后他又去了杨柳巷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看着像去买东西的。他见了什么人没有？硬是没有的。贺少爷如今还未回京，夫人先前在院子里走了一圈，便回房休息了。老爷去上朝了，还未回来。继续盯着奇妙，不要让他有见到爹的机会。是，小姐。送走奇妙是娘做的决定，爹那日不在府，回来之后便大发雷霆，还因此事和娘有所争吵。不知奇妙为何会主动离开宋家？明明在上一世他并未离开，我们一直不断争斗，抢夺亲人、爱人。府里的人过得提心吊胆，时刻都在猜疑和讨好。府外的我却重获新生，正在规划自己的未来。这样的日子真是舒服又平静。整整2匹布，足够做一个大人和2个孩子的衣裳了。问问村里有没有人愿意做，我出工钱便是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哎呦，漂亮果子好酸！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正想让你别吃，外面的糖不够，太酸了。哼，姐姐坏。这孩子心思也太重了，得赶紧哄哄。阿五，这是你的。不过你就先别吃了，等我重新裹上一层糖再给你们。种类太多了，混在一起，万一产生化学反应就麻烦了，还是单独做比较稳妥。今晚就来个干巴菌炒饭，量太多了。分出一半做油淋干巴菌，能当咸菜吃好久。这玩意儿简直是洗脚界的噩梦，难怪在现代卖那么贵，光这人工费就得1半。
糖葫芦吃完啦？还没，我让妞妞帮我拿着了。野生菌必须彻底炒熟，不然全家直接吃席。多炒一会儿，再焖一下。原来做饭有这么多花样，阿爹以前只把东西一股脑全进锅里煮。这蘑菇虽然长得丑，肯定很香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难闻的味道！这说难闻都是客气的，这简直就是放了10天的臭脚丫味儿啊！这干巴菌味道就是有些独特，其实吃起来很香的，就像臭豆腐一样。豆腐还有臭的？有，比这个臭多了，但吃起来很香。要是有个长柄炒锅，我现在就能来个完美的颠勺。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的东西很多，就像人一样。有的人外表看着美丽，心里却歹毒得很；还有的人其貌不扬，其实骨子里是个老好人。姐姐，你真的懂好多东西。阿五，你想继续上学堂吗？我上学堂太贵了，不仅要束飞，还要带礼物上门求夫子，笔墨纸砭书籍都是很大开销。再说家中事务繁忙，我不能去。你说了那么多，都是在考虑别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呢？我想知道你的想法，你想不想去？我想，可是……好了，没有可是。既然你想去，我就想办法让你去，钱总能赚到的。你端过去，叫妞妞洗手吃饭。等我攒够钱，就送你去上学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才进来的时候眼睛进沙子了。那我给你吹吹。妞妞，我的糖葫芦怎么少了一个？只此一次，糖吃多了牙会坏。油淋干巴菌，用油隔绝密封，保存的久，当小菜绝菜。这口感绝了，像吃牛肉干，还带着一股山野的味道。谁啊？妙妙，是我。哪来的臭脚丫子味道？周婶子，您误会了，那是我炒的饭。婶子，我炒的饭好吃的很，您要不要尝尝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这次来找你是有好消息告诉你的。什么好消息？上次你送我家的豆腐，我煎了一份给柱子带去城里吃，他和他那几个同僚都说好吃，想要从你这里再买些呢。你怎的如此冷静？你那豆腐好吃，可以赚钱了，以后你和你弟弟妹妹的日子定会好过得多。我就没有见到那里有人卖着豆腐的，独你一家，这正是赚钱的好机会。不瞒周婶子，前2日我去赶集的时候试着卖了豆腐，卖出去了20来块，已经赚些钱了。你卖多少钱一块？4文一块。我还怕你卖便宜了吃亏，你这孩子倒是个有主意的。婶子，他们要多少？不然我送几块给柱子哥的同僚吧。你这白给他们干嘛？莫要看在你柱子哥的面子做这种事，该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。真不禁来尝一下那干巴菌饭。阿五，咱们村里有石匠吗？有，陈爷爷就会做。陈爷爷。以前阿爹还在的时候，陈爷爷有时会来家里喝酒。后来阿爹不在了，他也时不时过来看我和妞妞。陈爷爷年纪大了，再加上村里很多人家都有碾子、石磨和石碾这类东西了，他有时候接不到活，过得也不容易。陈爷爷家里有几个人？就他一人了。以前听阿爹说，陈爷爷有个儿子，刚娶了媳妇不久，2人外出送货，遭遇了不测，都没能回来。我是想请他帮我做个石磨的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还能做吗？陈爷爷身体好，力气也大，应该能做。好，那明日你带我去找他吧。阿五这小子人小鬼大，非说买多了人家不会要。行吧，听他的。杨柳向上舞标扇，就是称紧了。非常好。这还是我们仨头一回一起出门，感觉还不赖。就是这里，以前我偶尔会来。陈爷爷在吗？陈爷爷，我们来了。陈爷爷或许是出门去了。陈爷爷，妞
晚些再来。我看这院里也起码有2、3日没有打理了，里面的门也虚掩着，要不我们进去看看？要是陈爷爷出去忘了关门，我们就顺手给他关上。你们先别先进来。水。阿五，快过来烧水。等水烧好后，你就用2只碗来回倒，这样水凉得快些。陈爷爷生病了，正在发热，必须给他退热。烫得吓人，这温度在古代可是会要命的，得赶紧找大夫。妞妞，等陈爷爷额头上的布不凉了，你就像我刚才那样重新拧开，放在他额头上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赶紧去村里请大夫。家里连粒米都没有，大夫一会儿来了，我身上也没带钱，不行，我得回去拿。这力气是大，但这心肺功能太差了，以后必须强锻炼。大夫，你快给看看吧，我自会付诊金的。他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？我也不知，方才一来便见他浑身烧得厉害。他这是得了风寒，兴许是前2日半夜淋了雨就发起烧来。好在你们线下发现了，若是再烧一晚放任不管，人就没了。还有得治吗？不好说，这人都烧糊涂了。我开个方子，你赶紧煎药给他服下，就看今晚能不能退热了。若是能退就能活，退不了我也没办法了。我去，别耽误了火候。多谢大夫。这钱花的值。陈爷爷是原主爹的好友，又照顾过阿武他们，绝不能见死不救。无论是房间还是厨房都挺宽敞。陈爷爷年轻时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。没事的，这里我来看着，你们先去吃饭吧，锅里有粥。不吃饭可不行，我去盛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这布是我自家的，怎么会在我头上？陈爷爷，您终于醒了。陈爷爷，这是我姐姐奇妙。阿武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陈爷爷，我们来找你，发现你病了，姐姐给你请了大夫，你好些了吗？多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老头子这条命就没了。锅里有粥，我去热一热。您这才退院，还是先吃些东西再说。这姑娘就是你阿爹的亲生女儿换回来的那个。是，她叫奇妙，是我和妞妞的姐姐。看得出来，她是个好姑娘，比先前那个好多了。对了，阿武，有一件事爷爷要问你。爷爷您问，你姐姐请的大夫花了多少钱？1两银子。爷爷知道了。陈爷爷，我们今日过来，原本是要找您做石磨的，不过您生病了，这几日要好好养着，按时吃药。你们要石磨，这东西我会做，简单的很，给我3日就能做出来。我们不急，您如果能做，等身体好了再做也行。放心吧。我身体底子不错，很快就能好起来。既然您醒了，我们便回去了，明日再来看您。您好好躺着，别起来了。唉，没想到我这豆腐有这么多人喜欢，可惜下回打赶集我便来不了了。老板，下回赶集你不来了？还不是因为我那弟弟上学堂的事儿。前些年家中出了事，便让他退了学。这2年缓过来了，想再让他进学堂，可偏偏错过了时间。我这愁的，这几日正打算到处去找有没有学堂愿意收他，自然没空做这豆腐了。你这弟弟多大了？今年10岁了。老板且慢，不瞒老板，我正是附近一处私塾的先生。若你的弟弟想入学堂，可来一试。只要他通过了测验，我就能做主让他来学堂。我竟没想到您就是教书的先生，我这就回去同我弟弟说。只不过这束修，只要他能过，一切都好说。多谢先生，这几块豆腐就当我请先生吃的。那怎么行？我可不是那种人。这钱你拿回去，以后莫要再说这种话了。还不知先生所在的私塾在何处？就在清泉村上，离这里不过2里路。周婶子，阿武学堂的事儿有希望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客气啥呀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多亏周婶子告诉我这林先生的名号，今日这出戏才唱得这么顺利，难题解决，这山里的空气都觉得格外香甜。这姑娘又是出钱请大夫，又是顿顿送好饭，
我这条老命是他救的，绝不能再占他便宜。等他来，必须把话说绝，不准他再来送饭。都过来吃饭吧，吃饭。这些时日你们不仅照顾我，还给我送饭，我心里十分感激，往后一定还了这份恩情。陈爷爷不必这么说，我们也是有求于你的。那石墨才值几个钱，救命之恩我是永远记得的。这几日多谢你们照顾了，我身体已大好，往后便不必来送饭和照顾了。这老爷子道德感太强，怕欠人情，来硬的不行，得打感情牌。我们晓得了，只是不知以后阿武和妞妞想陈爷爷了，还能不能过来看看您？能，当然能，我欢迎还来不及呢。您和阿爹关系好，阿武和妞妞早就把您当成亲人了，您不吃饭，他们也吃不下。是啊，姐姐把菜都做好了，不能浪费，她做菜很辛苦的。陈爷爷，您就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，我这就吃。不过你们要答应以后别再送来了，爷爷有能力赚钱养活自己。陈爷爷简直是胡说，以前他分明接不到生意，也吃不起饭呢。我买了菜种，想种菜。种菜我不擅长，锄地我却做得不错。等石墨做好了，我去帮你吧。你都买了什么种子？丝瓜、芹菜、小葱、黄瓜。你只管等着，过几日就能种下地了。往后再不能像以前那般如行尸走肉一样生活。阿玉啊，望你泉下有知，能够原谅为父。你以前在学堂成绩如何？还行。那就好，你有去学堂的机会了。我真的能去。我最近卖豆腐时刚好认识了个私塾先生，他说若你通过了测试，便可去他那里读书。只要你通过了测验就能去，你可要好好努力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那以后姐姐要做豆腐，谁来帮忙舀豆子？这又不是非你不可的活儿，而且我总是有其他法子的，你不用管。等做个滑轮绳索机关，我一边推磨一边拉绳，自动倒水加豆子，完全不是问题。哥哥怎么这么高兴呀？哥哥你咋这么高兴呀？姐姐说我以后能去学堂读书了。哥，这是个啥字呀？陈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原是想石墨做好了再来帮你锄地，但今日我有事要进城一趟，不知这2日还能不能回来，就想先帮你把地锄了，你好早些种菜。也不急这几日，这太晒了，要不还是改日吧。无害。你想要多大的菜园子？我打算那一块用来种菜，旁边那块留来养鸡养鸭。以后这里可是要重新盖大瓦房的，绝不能把菜种在当院里。我正好向您学习一下怎么锄地。先清理土地，把杂草拔了，施加底肥，往后种出来的瓜果蔬菜就更大更好吃了。你学我的动作，这是弓字步，右手握锄头中间，左手握锄头后方，要用手臂发力。你这力道用得不错。我就是力气大了些，还是陈爷爷教的好。我最迟后天就回来，不会耽搁你的石墨。不对劲，陈爷爷的眼神怎么变得那么坚毅，就像是做了什么极其重大的决定，要去做一件了不得的事一样。他进城到底要干什么？快点生根发芽吧，齐家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看人过来，倒板。抄都抄不明白，挂羊头卖给肉，这种生意做一次就得黄，随他去吧。卖豆腐喽，新鲜做的豆腐喽！姑娘，不要一块儿，给我来2块。请大家让一让，排成一列买。你们这样我看不清收了谁的钱，等会儿给错了货就不好了。小老板，你这种豆腐是不是就是拱月楼的那一种？拱月楼怎么了？京城里不知怎么传开了，说这国公府的世子爷对豆腐赞不绝口，一时间京城里许多千金小姐们都在打听何处才能买到豆腐。我也是这么听说的，后来他们到处去找，只在拱月楼的豆腐当场就被买空了呢。所以你们就来我这里买豆腐了？是啊，都说这豆腐好吃，可京城里一道菜卖好几两银子，我们也买不起。是啊，听说这里的集市上有个小姑娘在卖，只要4文钱一块，就想买来尝尝。几两银子的吃不起，4文钱我们还是出得起的。您的豆腐拿好。原来是古代的名人效应，不管这位国公府世子是谁，简直是个活菩萨，帮我免费打了波大广告。给我拿6块豆腐。林先生，你又来买豆腐啦？对了，
我上次和你说的事情，你告诉你弟弟了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很珍惜这次机会，正在家努力准备呢。那就好，他若是准备好了，就2日后来清源村找我。我住村南边，门口有棵杏树的那一家。各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今日的豆腐已经卖光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卖光了？是啊，下次多做一点吧。等下次赶集，我会多做一些的。姑娘，你是哪个村的？平日卖不卖豆腐啊？我认识这姑娘，她是我们桃花村的。我是桃花村的，只是这豆腐工艺实在是麻烦，各位若是真想买，还是等下次赶集再来吧，我一定多做一些。这些人是谁？看阿武的表情，绝不是什么好鸟。看来是我赚钱的风声漏出去了。大侄女儿，你回来啦！大伯母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太久没来看你们了吗？今日便来了。还不知这几位是？你怎么跟我娘说话的？这孩子是谁家的？怪没礼貌的。怎么和你堂姐说话呢？快道歉！她算什么东西？我才不和她道歉！看来堂弟很讨厌我。哎呀，你别和小孩子计较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村西张屠夫家的婶子。你帮我拿进去，带妹妹进屋去玩。大侄女儿不请我们进去坐一坐？先前家中大火烧掉了几间屋子，家里的田又暂时交给大伯父帮忙照料，那锄头、耙子什么的全堆在屋里，乱得很，怕脏了大伯母的眼睛。那便不进去了。我们今日来是想帮你的忙的。帮我的忙？大伯母是想帮我挑肺，还是帮我浇菜和喂鸡？你这都说些什么？可我这里没有什么要帮忙的，难不成是大伯分种不过来地了，要把我家的地还给我？我不是来和你说这些的。我听说你在卖豆腐，就想着怕你忙不过来，带着2个婶子来帮帮你。是啊，你不过15、16岁，家里还有2个弟弟妹妹要照顾，哪里忙得过来？我们几个呢，就想来帮你做豆腐，照顾阿武和妞妞。一套一套的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想偷方子，门都没有。不用了，大伯母，我这2个弟弟妹妹们之前就不讨你的喜欢，他们又调皮，我怕他们气着您了。这位屠夫家的婶子怎得如此纤瘦，您的气色也不好，哪能麻烦您照顾我们几个小辈呢？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？大伯母怎么会害你？你只管把做豆腐的法子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做便是。哦，原来几位是想要我的豆腐方子啊！我有的是力气，就不用几位帮忙了，几位还是请回吧。我这里实在没什么需要劳烦各位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芬啊，你看看你这个侄女，跟不讲理的泼妇讲道理，那不如直接发大招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从生下来还没见过您，您怎么就走了？都是孩儿没用，没早些回来，弟弟妹妹差点饿死了。嘿，这臭丫头哪来这么大的牛劲儿？姐姐不哭。想跟我插嘴，门都没有！今天不把你们彻底整垮在这儿，我就不算完。走走走，这死丫头就是故意的，今天真晦气。哎呦，嗓子都给我喊疼了。好啦，我没事，去玩你的风车去。说那么半天，嘴都给我说干了。姐姐是为了保护我们才装疯卖傻的，她就是我的亲姐姐，谁也不能欺负她。阿武，把门给关了。这些铜钱是我这些时日赚的，这些银子是我当时卖了衣裳换回来的。姐姐好厉害，赚了这么多钱。这些钱不多，今日是想和你们商量，把这些钱其中一部分用来建个厨房怎么样？姐姐做的豆腐很多人都喜欢，可是他们不知道方子，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要。我们原先的厨房连门都没有，很容易被别人看见这豆腐的做法，所以我想先盖个厨房，你们觉得如何？盖吧，赚了钱难免遭人眼红。大伯母他们不就是直接上门想抢方子？盖新厨房。那咱们马上就去联谊人盖房子，只是不知道找谁。找柱子哥吧，柱子哥在村里认识不少人，人缘也好。好，那我等周婶子回来了便去找他，到时候还要再给你俩都做一套衣裳。我就不用了，我的还能穿。袖子和裤子都短了，穿出去像什么样？行了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这小子的不配得感太重了，我今天就非得把好东西强塞给他不可，让他知道他值得。到时候我们3人都穿上新衣裳，带你们去京城玩。周婶子说这洞是男主人醉酒踢的，看来这吴家的男人是个极其糟糕的酒鬼。
让你管！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嫁进来多少年了，也没个动静。求你别打了，老子就打死你这个臭婆娘！你给不给钱？你给不给？没钱了，我真的没钱了，都被你喝酒喝光了。要你这个臭娘们有什么用？钱也没有，玩也没有。你就算打死我，你也没有钱买酒喝。赵婶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你认识我？我是村北边那户齐家的，阿武和妞是我弟弟，周婶子是我邻居，是他推荐我过来找你做衣裳的。齐家，你是那个京城里来的？没错，就是我。那他不会死了吧？没有呀，我只是把他打晕了。我是来请你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做一身新衣裳的。这姑娘看着才15多岁，长得跟天仙似的，竟然能从背后一下把吴福这个大汉给打晕。你打了他，万一他找你麻烦怎么办？我从背后打的他，他又没有看见我，你不说不就行了？是我昏了头，没想明白。婶子，你接活吗？周婶子说你手艺特别好，我想穿上漂亮衣裳。可万一吴福看见了，我怕他又发酒疯，把你这料子给毁了。这倒是个麻烦。有了，你就说他是喝醉了摔折的，就是。可不至于在平地摔倒吧？他酒醒了之后记事不？不记得。可别让他弄脏了我的鞋底。这些钱你拿着当工签了。这不行，太多了。我要做3套衣裳呢，要裁剪好，还要上面有好看的绣花，这钱是应该的。等他醒了，你就装作没钱，别给他请大夫，买个最便宜的药膏给他贴上就是。到时候他走不动了，也折腾不了了。他要打你就躲就是，反正他也跑不过你。不过呢，你要是心疼他，觉得我打他不对，就现在出门去找村长吧。我怎么会只有感激？要不是你，怕是你是我的恩人，我这辈子都记得你的恩情。不，这些年他打我，我也折过胳膊，他这是活该。真的谢谢你，姑娘。我叫奇妙，不用客气，我就是顺手帮忙，你别和别人说是我打的就是。当然不会，我连周慧都不说，就是你说的周婶儿。珠子哥，怎么了？我本是要去找周婶子的，见你回来了，就和你打个招呼。哦，你找我娘干啥？我家的厨房不是棚子搭的吗？现下又是夏日，被太阳晒得又闷又热，就想问问周婶子，平日里村里有人想修房子，该去找谁？你要修厨房啊？这好说，我在村里认识好几个能干的，他们就能修，工钱也收得不高。真的吗？你能把他们推荐给我吗？妹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？当然是越快越好，近日实在是太热了，每次煮饭时又热又累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等会儿就去找他们，如果他们有空的话，明日就可以开始修。那就谢谢珠子哥了，只是不知这工钱还有材料钱怎么算。上次我家重建厨房花了200-300文左右，其中包括了工钱和工匠的饭食，还有一部分的材料钱。200-300文，那倒也不算太贵。那就谢谢珠子哥帮忙了。今晚我家吃饺子，等我做好后给你送几个过来，你可不许拒绝啊。柱子，你在门外傻站着干啥？没什么，我这就进来。很快我们就有新厨房了。新厨房才不到半个月，这2个小萝卜头不仅脸颊长肉了，也不发黄了。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，这钱赚的真值。等新厨房盖好，日子就更美了。想当年我可是知名美食博主，名厨爷爷从小拿着鞭子盯着我练刀工，现在老天爷还赏了我这天生神力，这菜刀挥起来简直比上辈子还要丝滑100倍。这沉甸甸的大铁刀现在在我手里就跟玩具似的。阿武在屋里死磕功课，妞妞在外面疯玩，2个小家伙绝对猜不到我今晚做饺子，等会儿非得馋哭他们不可。这破刀也太钝了，等新厨房一修好，我必须去买一把吸铁如泥的好菜刀。阿武，快吃饭了！妞妞回来没有？还没有，我出去找吧。
给周婶子家送10个去，肉馅的少装点，可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家天天吃这么贵的猪肉，财不外露才是保命王道。姐姐，我们回来啦！你们先吃，我去趟周婶子家。今天下午齐家妹子冲我笑的可真好看，脸红扑扑的像个水蜜桃。你今日怎的没胃口？娘，怎么了？你这孩子想什么呢？叫你半天也没反应。我就是今日有些累了。那还不赶紧吃了饭休息去。周婶子，是妙妙吧？你进来吧。周婶子，我今晚包了些饺子，特意送几个给你和柱子哥尝尝。我也不容易，留着给自己和弟弟妹妹吃。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周婶子就收下吧。说来还要谢谢柱子哥，我家厨房便是想重新修缮一下，原想来找周婶子问问村里有什么人修的，正好遇到了柱子哥。既然是妙妙的心意，那婶子就收下了。要不是柱子哥肯帮忙，我还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会建屋子的工匠呢。这饺子是我特意包的，希望婶子和柱子哥不要嫌弃。怎么会？那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手艺，这饺子包得如此漂亮。你要帮忙？这事儿为何不同我商量？娘，我正准备告诉你来着，只是方才忽然忘了。妙妙本来想找我帮忙的，你去掺和什么？门口正好遇见了，我就告诉了她我认识几个合适的工匠。你欠人情，帮别人省钱。齐家也不容易，齐伯伯去的又早，我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吧。这姑娘生花容月貌，手腕又强，绝非池中之物。我这傻儿子一辈子也就只能当个木匠。娘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和您成商量一下的。罢了，答都答应了，和齐家结个善缘也不是坏事。不过你可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我没什么心思啊，就是想帮个忙。算了，吃饭吧。这姑娘竟然有这样的好手艺。娘，你尝尝这个韭菜鸡蛋的，这个也好吃。齐家妹子，你在吗？柱子哥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已找好认识的工匠了，他们有晒好的茅草和砍好的竹木，只是要去弄些粘土来，怕是要下午才能开始建了。不需要图纸那些吗？茅草屋又不难，他们都做惯了的，你只需要告诉他们建多大的屋子就行。那里面的灶台还有烟囱那些，他们都会，你就放心吧。只是按理来说，主人家除了工钱之外，还要提供饭食。那我现在就去买些菜回来，免得不够吃。只是总共有几人？有6人。齐家妹子做的饭那么好吃，我也要干活的嘛，加上我凑个6人绝不过分。柱子哥，你知道建茅草屋大概要多长时间呢？6人的话，大约7日就能建好。好的，那谢谢柱子哥了。我方才去陈爷爷家时，正好见他回来，把饺子给他了。这么巧，阿五这段时间累坏了吧？不累，就是心里总觉得有些紧张。紧张是正常的，你也别太担心，能过就过，过不了我再给你想其他的办法。我一定会通过的，我相信你。明日我送你去清泉村。这是齐家的妹子，就是她要修厨房。这是李远，妹子，你有什么要求就和她说。麻烦李大哥和各位了。妹子放心，我们做惯了的。还有几根木头没抬过来，我这就去抬。妹子，你想建多大的厨房？称语赏不统替了，起鞋、京城猪具和为茅房的预六喝。你这个想法不错，那我们就按你的说法动工了。多谢各位，我这就去烧水泡茶给大家喝。你明日就要去考试，今日还是好好努力吧。等明日回来，家里要用到你的地方还多得很。各位，这里有茶，渴了记得喝。多谢妹子，辛苦各位了，我再去煮些绿豆汤来。各位，饭已做好了，你们先歇会儿，吃个饭吧。竟然有肉，上面还有油光呢，闻起来就很香。嘿嘿，你们还有时间说话呢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先吃为敬。你们谁进来端出去吧，还有2个菜，很快就能做好。这也太好吃了！菜来喽！齐家妹子，不用给我们这些粗人做这么多菜，
这也太破费了。你们帮我家修房子实在是辛苦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这菜大家肯定没见过，快尝尝吧。今天这锅豆腐一上桌，我的手艺就算正式亮相了。等他们吃满意了，往后不愁没人替我把这豆腐的名声传出去。这里面的是什么？这是豆腐，我家独有的秘方做的，各位都尝尝吧。又兔子，这可就是啊！阿姐，要不我给你捏捏肩膀？你还会这个啊？从前帮阿爹捏过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阿姐对我这么好，以后就是我真正的亲姐姐，我一定要好好考上学堂报答她。阿姐，陈爷爷来了。陈爷爷，没想到您这么快，连晃都快就做好了。您去京城的事儿办好了吗？事情办好了，这石磨本也不难，要不是我耽搁了2日，早就给你送来了。您等等，我把工钱结给您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还要什么工钱？你再说这话我就生气了。这是你帮我垫付的诊费，老头子，我找了份新的工，我有钱生活，你就收下吧，不然我不安心。唉，你收下我就安心了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像之前那样连饭都快吃不起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了，2位请进吧。多大了？今年10岁了。之前都学过什么？千字文、三字经、弟子规。这孩子吐字清晰，态度不卑不亢，10岁有这份定力倒是不错。这些你都能背下来吗？能背，会写。会写吗？你随我来。